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财运对于一个人来说相当重要，毕竟金钱决定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。不过，一个人生下来财富有多少是注定的，这些也许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但是从每个人的命格以及做事情的方式就可以体现出来。当然，这是内在的表现，财运好坏从整体面相以及手相上也可以略知一二。相信很多男士对于手相都格外关注，下面就来了解一下，怎么通过手相看男人财运。财运线在哪里？很多人都知道可以通过手相窥见人的命运，但是手相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路线，具体财运指的是哪一条，很多人却不清楚。财运又名为水星线，具体位置在小指的根部。这条线看起来虽然短，却可以通过其观察出一个人的财运状况。男性财运状况在手相上如何体现？一、财运线清晰。如果一个男性的财运线看起来比较清晰，纹路很深，且整体给人感觉较粗，那么这样的人财运大多是比较好的。这样的人做事坚定不移，拥有很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，一旦认定一个目标，就会为之努力去奋斗，直到成功为止。财运线清晰代表着财富可以聚拢，财运线粗代表着此人会有大财，一生虽然辛苦，但是都能得到回报。二、财运线环环相扣。每个人的财运线具体形状都不一样，如果男性的财运线呈现出环环相扣的状态，说明了这个人的偏财运是比较好的，适宜做投资。不过偏门财旺也不是绝对的好事，容易使人疏忽正财上的管理，甚至给人不务正业的感觉。因为偏门财往往兼具着比较大的风险，所以也未必是好事。三、财运线不连贯。如果一个男士的财运线不连贯，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状态，说明这个人的财运不是很好，生活上会有比较大的困难，人生陷入低谷的次数很多。财运线不连贯，这样的人做事通常也没什么忍耐力，经常半途放弃，有时是因为自身原因，但外力所致也不可避免。总之，生活比较艰辛。四、财运线起伏不定。有些人的财运线会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定，这说明了此人在收入方面时起时落，有经商的潜质，但是途中也要经历失败，在财运上历经坎坷。这样的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，往往需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才能够实现。五、财运线超过手指缝。有些人的财运线长得很长，甚至超过了手指的缝隙，那么这样的人有可能花钱很大，留不住钱财。也有的人会因为各种意外，导致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个人财富丢失。总之，财运不会在身上停留太久，很轻易的外流。虽然通过财运线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财运状况，但是具体的也要根据每个人的手相来决定。单独从水星线来判断还是有些偏颇，比如手心里的三大主线，生命线、智慧线、感情线的走向也和财运运势息息相关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。而且财运线也并不是代表一切，了解之后再通过自身的努力也能够改善财运。除了财运线，还有这几条特殊的纹路可以用来看一个人的财运如何。巨富的手相有两条线，横纹财和金库纹。一个人想要在社会上立足，就需要有大量的钱财来打理和维持他的地位和人际关系。虽然钱财是身外之物，但是人们还是希望钱越多越好。俗话说，有钱好办事儿。从手上的纹路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未来金钱多少的走向。手上有一种纹路叫亿万富翁纹，这种纹路在无名指的下方，在感情线的上方。有这个纹路的人会在事业上兴旺，一般在规模比较大的集团公司工作。
手上的横财纹在小指的下方有一条线，代表着你有意外之财或者横财，和子女的财运运势旺，晚年的时候有子女孝顺陪伴。如果这个纹路跟其他纹路交织在一起，表示心想事成，事业上升迁的愿望也会实现。这两个线路如果连接了婚姻线，就可能有一段大富大贵的姻缘，暗示着彻底的脱贫了。如果这个纹路连接了太阳线，就说明适合创业或者你的艺术才华被挖掘，从此就出名了，家喻户晓，就是明日之星。但是这种纹路出现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如果在出现的这段时间里能够把握住每一个机会，就会一跃成名。如果消失了呢，那么财富也跟着消失了，毕竟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财运线比较粗犷，在无名指的下方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。如果财运线比较粗，清晰可见，说明有经商的头脑和天赋，擅长资金的运维，只为求财会越来越旺。在生活中善于理财，对股票和不动产也是有天赋的。手上有金库纹，一般来说，手中的线互相交错，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，多为财库大富大贵，无论男女在钱财的运气上非常好。成功线纹路清晰，成功线又被称为太阳线，在无名指的根部，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，这条线能决定一个人财富的大小。如果太阳线清晰又长，代表此人非常幸运，身边有贵人相助，不用太过辛苦的付出，就会有很大的成功，带来很多的财富。如果太阳线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，到达生命线的话，表示此人即将成为富翁，是一个特别好的征兆。商业人才的纹路，要想从事商业，就要有商业头脑，善于交际。如果这个纹路隆起，说明这个人不仅商业头脑了得，而且金钱运势特别好，本身交际手腕水平高，应变能力好，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最合适不过了。在早年的时候，就可以获得别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财富，达到其他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。安居置业，安居置业就需要祖业、房子、田产、物业等等。如果金星球非常的饱满，就表示财富的巨大程度，代表一个人的家庭运势好，家庭美满和美和睦，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恩爱。这个人早年的时候就发家致富，容易早置业安家。一个人可以住大房子。手相又称万象之首，以下将为您揭示富豪才具备的6种手相特征。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，2种是小富，3种是大富，希望对您有所注意，同时为您增加一点休闲情趣。1. 手掌柔软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，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，为人聪明能干，头脑清晰灵活，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，在事业上容易成功，财运极好，尤其是偏财运，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。2. 有贵人线。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，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，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，大多贵人运非常好，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，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，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。3.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。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，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，应变力强，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。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，话说的少，事做得多，为人亲切，富同情心，属于心地好的人，小指越长，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，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。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，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，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，过犹不及。4.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。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、太阳线，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之掌上直纹，小指下之直纹亦称六绣纹。
而西洋首相称之为水星线，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之六宿文为主。此线代表意义良多，如贵人运、智慧强、有偏财运、异性桃花；第六感之灵感强，有名声、事业上之幸运，还有健康运等，更属于老年运佳，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。六宿文的出现均代表吉兆。如果无名指下之六宿文很常有清晰、明显、秀气，中国首相又称为禄马文。凡有此文者，皆主富贵，天下一品。即使玉柱文不算太好，也能一生平顺享福。手掌有财库，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呈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。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，一般财运极好，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，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，不用太辛苦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。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，不喜欢替别人打工，喜欢自己创业，凭借着自己的才能，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收益不菲，日子也是越过越富。六，掌心藏水，你可做个试验，先把手伸直伸平，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，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，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，看看有多少。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。所谓的掌心藏水，指的是手掌平摊开，掌心部位凹陷下去，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。这种人善于理财，也比较的喜欢存钱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。有些人天生富贵命，而有些人注定贫穷一生，这些都是因为命理运势的影响。那么生活贫穷的人有啥手相特征？劳碌一生的贫穷手相是怎么样的？一，烦恼线。在面相中，烦恼线是指在金星丘上出现的横向的细纹，而金星丘是指拇指根部生命线内侧的部位。一般人是没有这种线的，只有那种生活过于操劳、为生计而烦恼的人才会有。而且在很多时候，这种人经常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，做事不当，总是想要靠着自己，很难有好的时候。在感情当中也是很累，没有好的时候，心境也经常很杂，一辈子生活在底层。二，事业线不好。在手相中，事业线可以看出一个人事业盛衰和将遭遇到的挫折。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不是很好，断断续续，或者是有弯曲的形状，说明这种人的生计确实，意志力也很薄弱，生活过得很苦，做事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很难有好的时候。而且在事业上没有好的时候，很难坚持下去，总是要换生活的环境或者是工作的单位。这种人的生活会很不愉快，周围没有什么人愿意相处，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。三，长色不住，手指柔弱，手甲上长有青筋，看上去十分明显，血色、气色也不是很好。这种人生活中极易破财，需要特别提防。金星丘暗贵的人，近期可能会有财产流失。拇指柔软的人，易因倾泻而遭人利用，导致钱财损失。四，食指过短或者过长，食指较短的人一般都没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责任感，个性也较为消极，平时也是得过且过，对待金钱态度淡漠。食指较长的人生性顽强，有强烈的好胜心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非常长，在人群中会显出高傲的姿态，经常喜欢出风头，对于他人也常摆出一副颐指气使、财大气粗的样子。这种性格往往使他们留不住金钱。五，手露青筋，倒纹凸显。一个人的手掌中长有多条明显的青筋，而且连续持续3个月以上，就要小心自身的债务问题了。这种情况可能是会使自己的金剑遭受损失。由下往上向中指方向延伸的事业线上有倒纹出现的人，往往会因为工作或事业的失败而欠下累累债务。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末尾向后延伸到了指缝，则表明他无论怎么努力奋斗，积攒一生的财物，到最后都会尽付东流。六，五指粗色坚硬，疏漏见光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是否漏财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五指并拢，看看是否疏漏见光，如果有，就代表守不住财。另外5个手指粗色坚硬，干瘦犹如枯枝，这样的人做事憨厚，生活上常常很艰苦。如果五指并齐，处处疏漏见光，则代表着收入没有开支多，入不敷出，属于月光族，工资月月花光，所以他们容易贫贱。7，手掌薄硬，手掌的厚实程度能够说明这个人的做事态度。一般手掌很薄，而且很硬，心平满无凹陷，说明这个人身体比较瘦弱，不能够胜任很多的工作。
而且再加上财运比较差，所以做什么都不是很好，生活过得很辛苦，做什么都做不好。这种人就是天生的穷命鬼，赚不到钱，还经常会在家里拿钱，也属于典型的啃老族，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。8. 手指弯曲不直，手指的弯曲是否自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财运状态。一般手指弯曲但是不直，像虎指一般弯曲着，手指像折断了一般，代表着这种人的手指很难直起来，也就是这个人的人生运势不是很好，只能够弯弯曲曲的走弯路，很难有捷径可以追寻。而且在身体上体质不好，经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，很难有好的时候，生活过得很苦，贫苦相加。9. 事业线与太阳线欠佳，在手相中，如果事业线可以看出一个人事业盛衰和将遭遇到的挫折，事业线如果弯曲或者断断续续，是象征着事业的不安定。如果太阳线同时也呈现这种状况的话，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将因为意志力的薄弱及谋生技能的欠缺，这种手相的人财运很不好，一辈子没有什么财富，生活过得较为困苦，即使出很多力也赚不到多少钱，是没有财运的人。10. 手相掌心被青筋，从手相中来看，手背上青筋明显的人是属于财富损失阶段，而这种掌心赚钱难省钱，厚的人肉的手理财的概念很强，即使1分钱中的1分钟也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而人手中的头发则更昂贵，一般这种人他们出生富裕提倡的命运，而且手指难并拢，指尖缝隙大，典型的漏财手，所以在花钱的时候尽量计划一下，如果外出购物，最好能提前做好购物清单，这样可以避免冲动型购物，避免不必要的花销，这样的人就会省下一些钱财。命运就是如此，有的人天生富贵命，一生不用怎么操劳，吃穿不愁，天天过着好日子，而有的人奋斗了一生，却还是一无所有。人的手相是会变的，当你的心境改变了，你的手相也会有所改变。手相只能是参考，不可全信。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你的心才是你命运的主宰。多修心养性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好运自然常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